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万物有灵系列格桑花毛衣，本教程电子图解，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字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为主体和装饰。先制作主体，再钩织装饰，并缝合。这款衣服分为不同尺码，会单独说明。先来学习主体的制作。主体有前片、后片、拼接、袖子、领口和下摆组成。先来学习前片的钩织，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领肩。先钩织身体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线材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对照图纸，起对应数量的锁针。我小样这里起针数较少，对应针数起好后，起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倒数第二针开始，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。先钩一个短针，钩好后相连一针，再钩一个短针。接着钩5个锁针，然后间隔3个锁针，从相连一针钩织，依次钩3个短针，5个锁针，然后再间隔3个锁针，从相连一针依次钩3个短针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2个短针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这3个锁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对应上一行最后一个短针，翻面，然后从相连一针开始钩一个长针。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钩好后钩一个锁针，然后调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锁针。接着在左侧3个短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。
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勾完。最后2个长针勾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我们把这一行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也就是起针的线头在右手边时。接着钩织第3行，第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后面往返钩织时，起立针钩好后都需要翻面，再钩2个锁针。接着在左侧锁针洞里钩一个短针，短针上钩一个短针，向领锁针洞，再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5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长针挑上一行起立针第3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，钩好后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行，这一行的钩织方法与第2行类似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短针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的短针也挑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，钩好后第4行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把第1到4行看作是一组循环，身体就是重复钩织这样的一组循环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身体剩余的循环组数钩好即可。钩好后不断线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身体钩好后，下面来学习胸片的钩织。接着身体继续向上来回往返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织第1行，接着身体的线头继续钩织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。这个起立针和长针算作是一个特殊的长针加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，一直钩到最后一针前。钩好后，最后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
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勾完最后一行前。后面的钩织方法和身体类似，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好后来钩织最后一行，这里每个尺码开始钩织略有不同，小码这里需要进行镀线，其他码正常对照图纸钩织。我先演示一下镀线的方法，拉大线圈，把正在钩织的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翻面，然后在对应位置将线头勾出，镀线稍微松一点。镀线完成，后面需要镀线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即可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对照图纸的针法钩织。注意，大致中间位置需要连续钩织短针，不需要钩织锁针。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，小码最后钩一个引拔针，这里的引拔针是椭圆形，表示不用拉紧。其他尺码正常对照图纸钩织，这样最后一行就完成了。不断线，到这里胸片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领肩的钩织，分为左领肩和右领肩。这里左右是指实际穿着时的左右。先接着胸片的线头钩织左领肩，钩好后再钩织右领肩。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接着之前的线头，先来钩织第一行，同样小码这里先镀线，其他两个尺码对照图纸钩织。小码镀线完成后，也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最后两个长针钩好后，再钩一个中长针，最后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后面的行数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需要镀线时，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镀线到对应位置钩织即可。左领肩全部钩好后断线。然后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左领肩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右领肩，需要重新接线钩织，将织片的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右领肩第一行最后一个引拔针，间隔对应短针，
进行接线。我这里小样，位置随机。接线完成后，对照各自图纸的针法钩织即可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用领间全部钩完，钩好后也断线藏线，这样用领间也讲完了，领间就全部讲完了。到这里前片也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后片的钩织，也是分为身体、胸片和领间，钩织方法和前片基本相同，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，参考图纸钩织即可，这样后片也讲完了。前后片都钩好后，将它们拼接好，先拼接肩部，然后再拼接身体侧边。拼接时将前后片正面相对，然后调领间，针目钩织短针，之间间隔1到2针，钩锁针过渡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取出前后片，这里我用小样以任意一侧为例演示。钩织方法都相同，将前后片正面相对，在任意一侧接线，穿入针目，再穿入后片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间隔1到2针，在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同时穿入前后片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钩织。如果是遇到引拔针，可以调引拔针同一入针位置钩织。继续把肩部连接完。这里入针位置，大家如果找不准，也可以大致入针即可，只要钩好后织片平整就可以。起立针位置就调起立针的1到2根线穿入，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藏好即可。这样一侧肩部拼接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侧肩部拼接也钩好即可，这样肩部拼接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身体侧边的拼接，拼接的方法和肩部相同，将2个织片正面相对，只是这里从每行侧边调针目或者起立针入针钩织，之间钩锁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开始位置可以调起针穿入，如果有线头，可以将线头
藏好。这里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，然后穿入针目钩短针，3个锁针，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把侧边也拼接好，完成后断线藏线即可。这样侧边拼接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袖子的钩织。袖子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分为袖衫、袖身、袖边和装饰组成。先钩织袖身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织的方法和前后片基本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好后钩织袖身，袖身钩织时需要换色，下面演示一下方法。大家先对照图纸，把换色前的行数都钩完，钩好后下一行需要换色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将之前的线头预留一点断线，然后取出新线进行接线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钩的时候在反面收好线头，钩好后也预留线头断线，然后重新接之前的线头钩织，注意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个就是换色重新接线的方法。袖身后面需要换色时，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即可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袖身钩完，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藏线即可。袖身钩好后，将它先连接好，织片正面相对，然后沿着袖身和袖衫两侧侧边钩织。方法和身体侧边的拼接方法相同，大家也按照前面的拼接方法将其拼接好即可。这样袖身和袖衫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袖边的钩织，沿着袖身最后一行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减针和锁针一针的狗牙拉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找到袖身最后一行起立针位置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接线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在相邻2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收好线头。
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长针剪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剪针钩好后，与起立针引拔，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长线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先在上一圈起立针位置接线，然后立3个锁针起立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空一针，再相连一针，钩一个长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钩好后，与起立针引拔，拉紧不断线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第3圈也钩好即可，钩好后也引拔结束不断线。下面来钩织第4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间隔对应针数，再相连一针，钩7个长针。这里每个尺码间隔的针数略有不同，我想让这里间隔的针数随机，具体间隔的针数参考图纸。钩好后，继续间隔对应针数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7个长针钩好后，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5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这7个长针第2针开始钩织，依次钩5个长针，之间钩一个锁针。钩好后，在左侧短针上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
钩好后引拔拉紧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6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在上一圈引拔同一位置钩一个不拉紧的引拔针，接着在相邻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挑针目前方1根线和下方1根线钩一个引拔针，这样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就钩好了。接着在左侧锁针洞钩一个短针，相邻长针上再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锁针1针的狗牙拉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的狗牙拉针钩好后，与开始的引拔针辫子再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，袖边也就钩好了。下面来学习装饰的制作，在袖身这样的换色行钩织花朵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以任意一处演示，对照图纸找到一个花朵，大致中间的2个长针，然后从第2个长针针目接线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接着挑整个长针钩2个长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挑这2个长针入针位置之间再钩2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和3个锁针，接着挑另一个长针钩2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3个锁针，接着挑这2个长针之间钩2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最后在接线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一个花朵就钩好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的花朵都钩完即可，这样装饰就讲完了。最后将袖子拼接到袖洞，
连接的方法和前面连接方法相同，只是这里的入针位置略有不同。这里我用成品讲解一下，可以先把袖子固定到袖洞位置，将袖子和前后片都反面朝外再固定。如果有记号扣，可以用记号扣固定；如果没有，可以用线头临时固定。先将袖子腋下拼接位置与前后片拼接位置固定好，然后再将肩部固定好，最后在这之间找几个点固定。固定好后再钩织。袖子挑起针位置锁针洞，或者剩余的1到2根线入针。前后片侧边挑针目，或者整个长针和起立针入针钩织。这里钩织也都是钩短针，短针之间钩3个锁针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，把袖子也拼接好即可，这样袖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口的钩织，这里我用成品讲解一下。先沿着前后片绕圈钩1圈短针，针目位置就挑针目钩织，引拔针就挑引拔针的辫子入针。如果是遇到长针起立针和长针时，可以挑起整个起立针或者长针钩织。锁针洞就挑锁针洞钩织。这里的入针位置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大致入针，钩出对应的短针数量即可。钩好后，第2圈钩织时和袖边最后1圈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预留线头、断线、长线，这样领口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下摆的钩织，下摆是沿着前后片起针位置绕圈钩织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起针位置朝上，在后片第1行第1个短针同一入针位置接线，也就是挑起针剩余的2根线接线。第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相邻一针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1个长针，钩好后在锁针洞里钩1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左侧3个锁针分别钩1个长针。下面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对照图纸把这1圈钩完，钩好后引拔结束，然后钩织第2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下摆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主体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装饰，由格桑花、小雏菊、花托、花苞和花茎组成。先来学习格桑花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。钩好后收好线圈，最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，
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引拔的同一位置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钩好后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引拔结束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圈，来看一下，一个针目有这样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，这一圈都是调后半针钩织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相连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引拔结束。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藏线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圈，这一圈调第2圈剩余的半针钩织，先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相连一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3个锁针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预留线头，断线藏线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5圈，先在第3圈第一针接线，然后钩7个锁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依次钩引拔针。钩好后，在第3圈相连2针，分别钩一个引拔针，接着再钩7个锁针，
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依次钩引拔针。钩好后，继续在第3圈相邻1针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7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依次钩引拔针。钩好后，在第3圈相邻2针分别钩一个引拔针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在接线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连接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6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挑这里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依次钩2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再钩2个长针。接着挑第1个引拔针，同一入针位置钩7个长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挑引拔针，同一入针位置钩织，先钩2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最后再钩2个短针。钩好后可以发现和刚刚的针法对称，我们把钩好的部分当作是一个花瓣。接着在相邻锁针位置钩织花瓣，先钩2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和2个长针，然后在这个引拔的同一入针位置钩7个长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钩织与另一侧对称的针法。这样又一个花瓣就钩好了。
下面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花瓣都勾好。最后一个花瓣勾好后，与第一个花瓣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花瓣就勾好了，第6圈也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勾边，也就是钩织第7圈，先在引拔的同一位置接线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。到了同一位置钩织的这7个长针，先在前3针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之间钩锁针，钩好后钩2个锁针，然后在中间这一针上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2个锁针，再钩2个锁针，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个花瓣上的针法钩完。钩好后，在第3圈第2个短针钩一个引拔针，也就是第5圈引拔针的同一入针位置。钩好后，在相邻花瓣第1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按照刚刚花瓣上钩织的方法钩织当前花瓣。钩好后，在第3圈第4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同样是第5圈这个引拔针的同一入针位置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余部分钩完。
最后一个花瓣上的针法勾好后，在第3圈第1针再勾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在开始接线位置再勾一个引拔针连接。预留线头，断线长线即可。这样第7圈就勾好了，一个格桑花也就勾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格桑花也勾好即可。勾好后先放一旁备用，这样格桑花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小雏菊，大家先对照图纸，把前3圈都勾好。勾好后来钩织最后1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接线，这一圈挑前半针钩织，钩4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引拔针，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4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引拔针，钩好后再相连1针，挑前半针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4个锁针，然后往回钩引拔针，钩好后同一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4个锁针，往回钩引拔针，下面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在开始位置再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小雏菊就钩好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小雏菊都钩好即可，这样小雏菊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花托的钩织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下面大家对照图纸将它钩好即可，这样花托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花苞的钩织，花苞采用表格的形式展示，下面先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，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
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花苞用到的新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和 A 短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环形起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一下线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先钩织小括号里的一组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3到7圈也钩好即可。后面不加不减针圈，表示一针对应一针钩织。钩好后的针数和上一圈相同。下面大家自行将这几圈钩好。钩好后来钩织第8圈，先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先穿入左侧2针的前半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8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最后一圈，先在织物里塞入填充棉，然后再钩织最后一圈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端线。
可以从这个小孔再塞入一点填充棉。最后将线头穿入缝针进行收口。调每个针目的前半针穿过。拉紧。收口完成，线头暂不处理，这样一个花苞就钩好了。下面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余的花苞也钩好即可，这样花苞就讲完了。接着将花苞和花托组装好，取出一个花苞和一个花托，将花苞结束位置放到花托里，然后用花托预留的线头缝合。缝好后，在花苞里藏好线头。这样一个花苞和花托就组装好了，下面大家把剩余的也组装好即可。最后将它们都缝到主体来看一下，先在前后片下摆位置分别缝3朵格桑花，然后在格桑花之间分别缝1朵小雏菊。这里缝的时候与下摆重叠一部分即可。下面我用格桑花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挑花朵反面表面的线圈和主体表面的线圈缝合。缝的时候，每个花瓣最边缘不要缝。缝好后，在反面打结长线。这样格桑花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应位置把格桑花都缝好即可。都缝好后，接着来缝合小雏菊。缝合的方法和格桑花基本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
这样格桑花和小雏菊缝合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缝合花苞和花托，用花苞预留的线头缝合，只缝合与主体贴合的部分。这里花苞的朝向与花朵的距离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花苞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与主体缝合。缝好后，在花苞里藏好线头。这样花苞和花托缝合就完成了。接着来钩织花茎，先在花托开始位置界线，然后沿着主体勾引拔针，一直勾到花朵下方一点，这里的长度可以根据喜好钩织。钩好后，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将线头在衣服里藏好，这样花茎就讲完了。最后在前片左上方一点，也分别缝上一朵格桑花、一朵小雏菊和花苞等。方法和下摆的方法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其完成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的制作方法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